20万，连你这季度的分红，带你那个泡竹子的破派方，林竹生识相点就收了。账户上今年的净利润可是有400。你当着门面不要钱，我出去请客吃饭拉客户哪样不需要钱？你别给脸不要脸。竹生，做人要有自知之明，要没你哥这铺子，就你这样的，连2万都赚不到。大娘，人要讲良心，没我的手艺，铺子能有400万流水？哎呦，批个破竹子有什么了不起？去乡下100块一天能雇10个老头，某人真把自己当块宝了。要配方可以，除了这20万，把我当年投的8万本金退给我，28万，现在打钱，我就立刻签协议。好，28万买断，签了字，以后这店赚1000万也跟你没半毛钱关系。哥，配方留桌上了，库房新出的那批货记得多通风。王总，防腐配方我拿到了，您的300万的竹具大订单，下个月绝对准时交货。蠢货，没有我亲自调配，竹子半个月内必有黑斑。离开林氏竹艺刚半个月，我留在店里的那个预言就应验了。这天上午，我正在刚租下的10平米小工作室里打磨新灭刀，淼淼的微信弹了出来：“竹生哥，店里炸锅了，你快看！”李耀祖，你当我是要饭的？这批竹具送过去才几天，全都长了黑斑，发霉发臭，这就是你们100年老店的质量。王总，误会，这绝对是受潮了。我马上让钱师傅给您返工。返个屁！酒店采购部经理说了，一碰就散架，质量太次了，合作取消，违约金准备一下吧。意料之中，没我的把控，新来的钱师傅编出来的东西蛛丝马迹扎手，连基本的烤竹定型都没做透，软趴趴的，根本立不住骨架。网上这会儿也炸了锅，我随手翻了翻同城论坛，铺天盖地全是差评。林氏竹艺怎么回事？买的竹梯栏跟机器压的塑料似的，一碰就断。糟蹋东西，去乡下100块雇的老头都比这编的好。眼看铺面天天亏钱，大客户直接翻脸。林耀祖这下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热锅上的蚂蚁。竹生啊，算哥求你回来帮个忙吧。这凤羽编的图谱你教教钱师傅，咱好歹是自家兄弟。哥，退股协议白纸黑字签的明明白白，拿着28万买断我的时候，你可没把我当兄弟，我没义务管店里的事儿了，你另请高明吧。林竹生，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没我撑着，林氏竹艺彻底黄了。而我拿着退回来的本金，在网上开了个竹生手作的账号，主打高端非遗。就在我把新款茶台拍了视频发到网上，点赞瞬间破万的时候，小工作室的大门突然被人砰的一声踹开。林竹生，你就是故意的，拿了钱把店搞垮，现在自己偷偷发大财，你良心被狗吃了。哥，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店现在是你的，我干干净净退出了，凭手艺吃饭，关你什么事？放屁！要不是你留的配方有问题，王总能退单，你今天必须把图谱交出来。咱是兄弟，你不能做这么绝。配方没问题，是你们自己没那个手艺杀青。图谱是我爸留给我的心血，当初入股协议上可没写把图谱白送给你。后来连大伯母都跑来我这儿抹眼泪，想套近乎求我回去。咱们好歹也是一家人，你就回来帮帮我们吧。当初分红时，你们可没把我当一家人。赶走这些人，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每天限量卖5件纯手工竹编，走高端非遗路线。没几天，订单就像雪片一样飞过来，评论区清一色好评。竹生手做的订单直接排到了1个月后。我甚至开了场直播，现场展示千丝破竹的绝活。屏幕上，我手中的旧竹刀化作残影，一根粗竹瞬间被劈成细如发丝的竹篾。弹幕满屏都在夸我手艺神乎其技，点赞点到手软。就在我忙得连轴转，新招了2学徒。竹生哥，柳荫街那边闹翻天了，听说大客户跑光，资金链断裂，林耀祖被逼得把豪车都折价卖了去补窟窿。孙娇娇嫌弃他没本事，2人在家里摔盆砸碗，连夜收拾行李回了娘家，扬言要离婚。林氏竹艺关门转让了。
我猛地停下手中的刻刀，属于老爸的百年招牌，是时候拿回来了。林氏主意关门了，林耀祖把铺子盘了出去，勉强还了点债，可还是背着一屁股贷款，灰溜溜的回了老家开小卖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没有真材实料，靠忽悠铺出来的摊子，他起来比纸糊的还快。我麻溜的在柳荫街另一头租了个宽敞的新铺面，招牌就挂竹生手作，标志是一片简简单单的竹叶，下面刻着千丝破竹，用心传承。店里最显眼的墙上挂上了老爸当年的手绘图谱和那把老竹刀。开业那天，柳荫街热闹得像过年，老主顾为老带了一帮文化圈的老朋友来捧场。哈哈哈哈哈！柳荫街的魂儿回来了。大伯母现在在街上看见我，头都不敢抬，贴着墙跟走。几家本地精品甜品店的老板娘也主动找上门。林老板，你们这竹编托盘太精致了，绝对是爆款打卡点。直到市里的非遗文化节那天，我作为荣城的非遗代表参展，摊位前围得水泄不通。我正忙着给客人打包竹编果篮。麻烦让一让。一个清冷的声音穿透嘈杂的人群。一个穿着干练职业装的女人挤到了最前面，她没扫码付款，而是往柜台上轻轻放了一张烫金名片。我低头看了一眼，千帆创投投资总监盛星辰。林老板，你的凤羽编图谱我全要了，500万买断你手里所有的竹编绝密图谱，开个价吧。不卖，这是我爸留下的手艺，传家宝，多少钱都不卖。林老板，做生意光靠情怀可走不远，手工艺品无法量产，你拼不过机器的，咱们走着瞧，你会后悔的。靠资本流水线砸出来的工业品，永远代替不了手艺人的温度。我以为盛星辰只是一阵风，吹过就算了，可就在他走后的第3天，街对面那个空置了很久的老铺子突然挂上了大红绸子，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后直接开业了。我抬头一看招牌，脑袋嗡的一声，上面赫然写着5个大字：新林氏竹艺。而站在门口剪彩的老板居然是那个人。站在对面剪彩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孙娇娇的亲弟弟。朱胜哥，他们这简直是抢劫，偷咱们的流量，还败坏林氏的名声。孙大强以前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混混，林耀祖跑路回老家前，为了套现还债，竟然把林氏竹艺的招牌商标白菜价贱卖给了孙大强。我走出店门，冷眼看着街对面，孙大强根本不会破竹子，他从外地拉来一批便宜的工业压制塑料竹条，大喇叭从早响到晚。大甩卖，新林氏竹艺100年传承，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劣质胶水和漂白剂的味道顺着风飘过来，呛得人直皱眉。仗着招牌了，他还真忽悠了不少不明真相的外地游客。我拦住要过去理论的苗苗。苗苗，别慌，假的真不了，胶水沾的工业垃圾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咱们只管守住品质。话虽这么说，但对面的低价倾销确实让咱们店里的散客少了一波。我回到店里，盯着墙上老爸的图谱，深吸了一口气。想要彻底碾压这种劣币，光靠牢记不行了。我翻开图谱的最后一页，那里记载着老爸生前一直没能完美复刻的绝密竹编玲珑心。孙大强，咱们手艺上见真章。接下来的半个月，我直接住进了后面的工作房，没日没夜的守在水槽边煮竹子、抽丝，盯着每一根竹条的弧度，一分一毫的挑。玲珑心是一枚由上千根极细竹丝多层镂空套边而成的竹球，每一层都能独立转动，对竹丝的韧性和双手的力道要求高得离谱。有些老街坊看不下去了，拍着我的肩膀：竹生，别搭理对面的小瘪三儿，大伙儿的眼不瞎。我咬着牙，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终于，历经无数个熬红眼的夜晚，灯光下，一颗多层竹球折射出令人炫目的光影，精妙绝伦。玲珑心完工了，我激动得手都在抖。可就在我准备把它摆到前厅作为镇店之宝时，2辆执法车突然停在了店门口。谁是老板？有人举报你们使用剧毒工业漂白剂处理竹材，马上封存检查。我就是，所有竹材都在后间工作服，没有任何化学添加，你们可以随时取样检测。孙大强正靠在门框上，手里夹着根烟，冲我露出一个幸灾乐祸的阴笑。不用猜，绝对是这孙子使的下三滥手段。苗苗气得要上去跟他们理论，我一把拉住他。同志，我们是纯手工非遗工艺，所有竹材都是用清水高温水煮杀青，自然晾晒，没用过一滴化学药剂。您随便查，真金不怕火炼。请带路。检查人员进了后方，
从原料到半成品，现场取样检测，结果当然是1清2白，甲醛和重金属含量为0。队长，小伙子，这手艺绝了！这波检查不仅没整垮我，反而成了官方认证的活广告，直接冲上同城热搜。反观对面，孙大强的劣质竹篮胶水甲醛严重超标，好几个游客买回去摸了手上起红疹，直接拨打了消费者投诉热线。眼看铺子被查封，孙大强走投无路，竟然跑到老家，把穷困潦倒的林耀祖给拽了回来。半夜3更，我在库房2楼的监控室里盯着屏幕冷笑，画面里2个鬼鬼祟祟的黑影翻过了我后院的围墙，直奔我刚从深山运回来的极品老东主。一旦沾上油污，这几10万的命根子就彻底废了。耀祖哥，全泼上去！我看他林竹生明天拿什么编竹子，毁了这批料，他的资金链就得断。我毫不犹豫地拿起手机，干脆利落地拨通了报警电话。就在他们拧开机油桶盖准备动手的一瞬间，库房四周的探照灯唰的一下全亮了，刺得他们捂着眼睛惨叫。伴随着警笛声，警察同志雷厉风行，冲进来当场把这俩人按在了地上。林竹生，你算计我们！破坏生产经营，涉案金额几10万，这叫天网恢恢。竹生啊，哎呦，你不能这么绝情啊！他可是你亲堂哥，你快跟警察同志说，这都是误会，咱们一家人私了。哎，女士，你先起来。伯母，法律不是儿戏，他们带人半夜破坏我的生产原料，要不是发现的早，几万、几10万将就全毁了。这事儿没得私了，必须公办。林耀祖和孙大强被警方依法予以刑事拘留，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看着对面那块恶心的招牌被拆下来，街坊们纷纷拍手称快。清除了毒瘤，竹生手做的生意越发红火。就在这时，市文旅局长亲自登门拜访。小林啊，市里准备在下个月举办全国性的特色非遗博览会，希望竹生手作能代表荣城出战，不仅是展示老手艺，更能大量采购原材，带动深山竹农增收，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王局长，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市领导的期望。我听得热血沸腾，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决定亲自带队下乡。在青石村，我见到了村里毛竹种的最好的大户桂英。不卖！你们这些城里来的老板签了合同，到时候又找借口压价。我没废话，直接从公文包里掏出公章和现成的合同。桂英姐，各位乡亲，我林竹生做生意讲究实诚，这份合同保底收购价直接比市场价高出1成，而且我当场预付50%的定金。整个村委会院子瞬间安静，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林老板，高出1成，还当场给1半定金，这可是几10万的款子。做生意要互利共赢，大家一起赚钱过好日子才是正的。我语气坚定，直接让苗苗给愿意签约的乡亲办转账。竹生兄弟，你是个实在人，以后青石村的极品竹子全归你。竹生兄弟，我还想去你作坊学学质量把控，帮你把好原料关。没问题，随时欢迎。可就在我带着满载竹材的货车返回荣城时，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黑色商务车半路强行别停了我们。车门拉开，大洋工艺品集团的钱大海驾着雪茄走下来，眼神傲慢。林老板，我想花1000万直接买断凤羽边的图谱，投入机器流水线。如果你拒绝，我们马上就能仿制出你们的款式，打价格战把你碾成渣。钱总，机器是没有感情的，流水线压出来的塑料和碎木头叫工业垃圾，老手艺里的心血你们永远复原不出来。我的图谱多少钱都不卖。我一脚油门甩开它，迎接即将到来的博览会硬仗。开幕当天，王局长正准备向媒体推介竹生手作展台前，却被钱大海带着人围住了。博览会现场，媒体记者的长枪短炮全架好了。钱大海满脸横肉，指挥手下把一箱箱新玲珑堆在我的展台对面。大厂直销，机器精工，30块钱一件，买不到吃亏，买不到上当。这种恶意倾销让客商们都犹豫着停下了脚。苗苗气得直咬牙，我拍了拍他，拿起一颗纯手工打磨的玲珑心，从容走出展台。钱总，既然说用高科技破解了老手艺，敢不敢当着全网直播，让行家来一场实打实的鉴定？
我直接请出了国内传统工艺泰斗魏老，全程镜头对准了魏老。他先拿起钱大海那件机器货，捏了捏，掏出放大镜看了一眼截面，脸色全沉了下来。这东西也敢叫竹编？劣质木粉加塑料混合压制，喷化学漆，里面全是用甲醛超包的工业胶水粘合的，少拿科技狠活忽悠人。不用一滴胶水，全靠榫卯和竹材韧性卡定，看得出功夫，摸得出人情味儿，这才是好东西。围观群众一阵哄笑，钱大海气急败坏，带着人灰溜溜的跑了。经过这场风波，竹生手作彻底在全国打响了名号，订单如雪片般飞来。我以为终于能松口气了，可大半夜，桂英突然打来电话：“竹生，出大事了，你快来村里一趟。”我连夜开车狂奔到青石村，桂英红着眼眶挡在村委会。原来隔壁村眼红我们赚钱，想把违规喷了剧毒农药，用硫磺熏白的竹材卖给我们。带毒的竹子，说什么也不能进库房，这是我们合作社的底线。我看着院子里焦急的乡亲，直接站到高处。大家静一静，带毒的竹子我一根不收，但我也不会让大家没饭吃。我出资成立青石竹艺合作社，大家一起干。我当场宣布聘请农林科学院的林业专家妍希，手把手教大家无量化防种害，只要符合标准，合作社统购统销。乡亲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闹事的人也羞愧地步。有桂英和妍希坐镇，原料基地彻底稳了。回到城里的新店，大半夜我正准备关门，门口扑通一声倒下一个蓬头垢面、浑身散发馊臭味的人。凑近一看，竟然是刚放出来没多久的林耀祖。竹生，借我点钱，我连住的地方都没了。我冷冷地掰开他的手，拿了点现金放在他面前。我毫无波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钱够你买票回老家，以后别出现在柳荫街。我没有多余的同情心，现实已经狠狠教训了他。处理完旧账，合作社第一批改良冬竹马上要采伐，这是我们打入全国高端市场的底牌。可就在全村准备上山时，妍希突然满头大汗跑进村委会，拿着气象报告，脸色惨白。竹生，快让大家抢收，史无前例的极寒冰冻，明天就要登陆了。极寒冰冻，合作社几百亩的极品冬竹全在山上，这要是被冻住，竹子内部水分结冰膨胀，纤维全得炸裂，乡亲们1年的血汗钱就全打水漂了。桂英姐，你去用大喇叭广播，让所有能动弹的劳动力全带上柴刀上山。妍希，叫市里的运输车队，有多少叫多少。我直接取光了卡里所有的流动资金，连夜雇了几10号临时工杀向青石村。夜里，寒风夹着冰雨砸在脸上像刀割。快，砍倒水下山，装车！所有人都在跟老天爷抢时间，没有一个人含泪退缩，一直干到第2天清晨，冰冻彻底封山。我瘫坐在库房门口，看着堆得满满当当的新鲜老竹，长出了一口气。我们赢了老天爷！1个月后，用这批抢收竹材做的冰心竹垫直接引爆了行业。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盛星辰。林老板，恭喜！之前是我眼拙，太自以为是了。千帆创投有上千家门店渠道，利润55分，品牌、图谱和控款权全归你，咱们合作一把。我笑了，毫不犹豫地甩出底线。合作可以，但生产基地必须扎根青石村，厂长必须是我的人，资本不能插手传统工艺。成交。有了全国渠道，竹生手作彻底腾飞。可就在我收拾行李去京城参加全国非遗品牌颁奖礼时，却在后台迎面撞上了大洋集团的钱大海。他正大肆嘲笑：一个乡下劈竹子的泥腿子，也配跟咱们争奖？钱大海靠着砸钱，硬是挤进了这次颁奖礼的候选名单。看到我进来，他阴阳怪气的冷笑：哟，这不是林大厂长吗？跑京城来见世面了。这奖杯可是看实力的，光靠嘴硬可拿不走。钱总的实力就是往劣质竹条里多加2斤工业胶水，那您确实天下第一。钱大海气得脸上的肥肉一抖，刚想发作，前面的颁奖典礼正式开始了。获得本年度全国非遗品牌乡村振兴特别贡献金奖的是竹生手作。我大步走上领奖台，没说空话，直接砸出实打实的数据。我们坚持纯手工，带动周边500多户竹农增收，全社年产值突破1000万。台下掌声雷动，我余光扫过，
钱大海的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灰溜溜的提前溜了。我抱着沉甸甸的金奖奖杯赶回青石村，原本以为迎接我的会是乡亲们的欢呼，可车刚开到家工厂门前，我就愣住了。大门被一群村里的老爷们堵得死死的，他们正指着桂英和妍希的鼻子破口大骂。让两个娘们儿管场子，咱们青石村的脸都丢尽了。带头闹事的是村里的赵大，他把汉英仔敲得震天响，身后跟着10几个思想保守的糙汉子。我让做事踏实的桂英当厂长，懂技术的妍希做技术总监。这帮大老爷们觉得没面子，接着由头跑来闹事。女人就该在家做饭带娃，懂啥管理？桂英没哭没闹，穿着工装站到高处，啪的一声把厚厚的账册摔在桌上。嫌我们女人管事，拿数据说话。上个月妇女破竹组残次率是0，夜班查烘干房是我和妍希凌晨2点挨个看温度，你们那时候在哪儿？赵大爷脸憋得通红，还在死鸭子嘴硬。那也不行，马上中秋节了，几万单的货，你们女人扛得动吗？我大步推开人群，直接护在桂英身前。在我林竹生的厂子里，不分男女，只看本事。桂英这厂长，我力挺到底。行，我看你们中秋怎么收场。可谁也没想到，距离交货只剩最后3天时，供货商发来的10万个金属剔手配件，竟然全出了致命的质量问题。10万个金属配件全是不合格的劣质铁皮，一旦装配必生锈。如果强行用，招牌砸了；不用，几万单交不上货，违约金能把厂子赔个底袍贴。那帮看笑话的大老爷们又开始风言风语。看看，出事了吧？女人当家，墙倒屋塌。妍希连夜翻找图谱，猛地一拍大腿。竹生，咱们干脆不用金属件，全部采用最传统的竹制榫卯结构。对，传统竹艺配纯竹卡扣，这才是最正宗的老味道。桂英二话不说，立刻发动周边200多名妇女削竹钉、打磨、组装，动作比机器还利索。3天3夜，机器没停，人没歇。当第一批全竹结构的中秋特供版发往全国时，直接卖疯了。精妙古朴的榫卯结构让消费者直呼有底蕴。大单不仅按时交付，还额外爆单了3万件。这下村里大老爷们彻底哑火，赵大爷红着老脸来给桂英认错。为了回馈粉丝，中秋节当晚，我在厂里搞了场100万级别的带货直播。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我是林竹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好玩的鲁班锁。可气氛最嗨时，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突然发疯一样冲进了镜头。林竹生，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你毁了我的家！冲进直播镜头的女人嘶哑着嗓子尖叫，头发凌乱，眼窝深陷。是孙娇娇。今天既然他敢来碰瓷，我就在全网面前把这颗毒疮彻底清干净。网友们评评理，他林竹生偷了我前夫家的图谱发财，害得我前夫破产离了婚，他就是个贼。水军立刻带节奏，弹幕里出现骂我黑心的字眼。我面不改色，走上前，直接把领口的麦克风摘下来，递到他嘴边，让全国观众听清楚。顺便也给大家讲讲，当年林耀祖是怎么做假账，把你买几万块名牌包的钱，偷偷从店里的合伙公账上报销划走的。再讲讲，你亲弟弟孙大强是怎么用甲醛超标的劣质材料做假货害人的。来，对着镜头好好说。孙娇娇的哭喊声戛然而止，惨白的脸上写满了惊恐。她像只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再也说不出半个字。这场闹剧在全网的见证下，变成了她自掘坟墓的铁证。而我的竹艺人生才刚刚开启新篇章。这女的也太恶心了吧！跑来贼喊捉贼，贪污公款，卖甲醛假货，赶紧报警抓她！林老板硬气，我们支持纯手工，支持良心国货，买它！看着失控的局面，孙娇娇双腿一软瘫在地上，最后只能捂着脸，在园区保安的驱赶下，像丧家之犬一样仓皇逃走。一场精心策划的抹黑危机，硬生生被我化解，变成了现象级的火爆营销。中秋特供的竹编礼盒被瞬间秒空，当晚的直播销售额直接飙破了1000万。第二天，
盛星辰打来电话，竹生，你这反杀太绝了！现在国内高端市场咱们已经彻底站稳脚跟，下个月海城有一场全球高奢家居展，我给你拿到了入场券，咱们得去会会国际资本，把青石村的手艺推向世界。好，老祖宗的手艺是时候让外界见识见识了。我带着桂英、苗苗，还有全场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顶尖新品，信心满满的赶赴海城。可刚到展会现场，我就发现不对劲了，我们的展位居然被主办方偷偷调换，扔在了最偏僻、连灯光都昏暗的洗手间通道旁边，而展厅最核心的 C 位被一个叫路易斯的国外家居大牌霸占着。苗苗气得要去找主办方理论。苗苗，别去。哟，林大厂长，洗手间门口的空气挺清新吧？我猛地回头，竟然是被我打脸过无数次的钱大海。看到钱大海那张脸，我心里一阵冷笑，这老狐狸在国内身败名裂，居然跑去给洋品牌当起了买办。别用那种眼神看我，现在我是路易斯品牌的亚洲区总代。看到我们 C 位展台上那件镇店之宝了吗？那可是我们外国顶级设计师的原创。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展台中央的玻璃罩里摆着一颗巨大的竹编镂空球，标价高达10万美元。你要不要脸？这明明是抄袭我们的玲珑心，连榫卯结构的走线都一模一样。钱大海还没说话，一个亚洲面孔的老外走了过来，他是路易斯的首席设计师史密斯。抄袭 ？No No No No！ 你们龙国人的竹子只是廉价的农业副产品。这件维纳斯之球是我融合了现代几何学的伟大原创艺术，把别人的文化结晶偷走，换个西方的名字，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高奢原创。史密斯脸色一变，哼！一个西装革履的律师走上前，直接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拍在我的展柜上。林先生，史密斯先生已经在国际上为这个竹编结构申请了专利。你们竹生手作涉嫌严重侵权，立刻停止展出，并赔偿500万美元。专利，我盯着桌上那份所谓的律师函，简直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林竹生，国际专利可是受全球保护的，乖乖关门认罚，少在这儿丢人现眼。桂英姐气得浑身发抖，你们这就是强盗！这手艺我们祖祖辈辈传了几百年，凭啥成你们的专利了？我拍了拍桂英姐的肩膀，示意她冷静。随后，我拿起那份律师函，撕啦一声，当着史密斯和钱大海的面，直接撕成了2半。用机器扫描了我们老祖宗的手工艺，就敢大言不惭地说是你们发明。我转身从随身的密码箱里拿出一本泛黄的古籍线装书，还有我爸留下的那本手绘图谱。看清楚了，这是明代宋正兴的天工开吾残本影印件，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了这种多层套边的榫卯结构，名叫鬼工球。你们的专利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面前，就是一张废纸。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展会的主裁判国际手工艺协会的主席查理斯先生被争吵声吸引了过来。艺术讲究真才实学，既然你们双方都声称拥有核心技术，那就在明天的闭密式上来一场现场对决，谁能复原图谱上最难的9重宝塔，谁就是真正的原创。展会的金奖和全球经销权就归谁。次日闭幕式主舞台，全球上百家媒体的长枪短炮全对准舞台上，这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商业竞争，而是尊严的保卫战。史密斯那边阵仗极大，搬上了好几台精密的3D 建模打印机和激光切割机。科技改变未来，手工早就该被淘汰了。而我的操作台上只有一盆清水，一把有些年头的老竹刀和一把青石村产的极品老冬竹。深吸一口气，竹编从来不是用眼睛看的，而是用心去感受竹子的灵魂。苗苗，拿黑布来。在全场震惊的目光中，我竟然用一块黑布死死蒙住了自己的眼睛。他疯了吗？盲编9重宝塔，这根本不可能！我充耳不闻，手中竹刀翻飞，擦擦声不绝于耳。拨清分丝起底，上千根细如发丝的竹篾在我的指尖跳跃穿插，如同行云流水，快得只剩下一道道残影。现场死一般寂静，连史密斯都停下了手中的机器，不可思议地盯着我这如同魔法般的东方技艺。眼看宝塔已经搭建到最核心的第7层，钱大海急得直冒冷汗。他为了干扰我，
故意在台下大声咳嗽，猛砸水瓶。就在我准备收紧主骨架的瞬间，啪的一声脆响，通过麦克风传遍全场。哎，断了，他失败了。断了。我看你是瞎了。我一把扯下眼上的黑布，嘴角勾起一抹从容的冷笑。在传统主义中，这种极度紧绷下的断裂，不仅不是失败，反而是一项失传已久的绝技。破茧成蝶，我双手未停，反而顺着竹条断裂的茬口，将错就错，利用竹丝天然的倒磁和韧性，将它们反向内翻折，锁死。原本突兀的断口瞬间化作了宝塔第7层那精妙绝伦、栩栩如生的飞檐翘角。这是任何机器和电脑程序都无法计算出来的天然弧度。全场安静了足足3秒钟，随后爆发出了掀翻屋顶的雷鸣般掌声。主裁判查理斯激动得浑身发抖，冲上台拿着放大镜一寸寸地看着我的9重宝塔，不用一滴胶水，纯靠古老榫卯和天然竹材，精细程度碾压了史密斯那台还在冒着青烟的机器。毫无疑问，真正的艺术巅峰属于龙国，竹生首作获得本次全球高奢家居展唯一金奖。史密斯的专利申请将被立刻撤销，并接受商业欺诈调查。钱大海一听这话，两眼一黑，直接瘫软在地，彻底完蛋了。打赢了这场国际硬仗，我带着海量的海外订单，风风光光的凯旋青石村工厂门口，乡亲们敲锣打鼓的迎接我。可我刚下车，妍希就神色凝重的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做工古朴的旧樟木盒子。朱生，这是今早有人留在厂门口的，没有寄件人信息。我疑惑地打开木盒，里面没有炸弹，只有半卷残破的竹简和一张纸条。我看清纸条上的字后，脸色骤变，上面写着：小师弟，师傅的另一半图谱我来拿回了。小师弟，师傅的另一半图谱我来拿回了。我看清字条上的落款，陈九。陈九是我爸当年的大徒弟，因为偷偷用化学工业染料给劣质竹子提色谋取暴利，被我爸打断了一根藤条，当众逐出师门。他居然还敢回来！第二天一早，一辆极其嚣张的黑色迈巴赫直接停在了青石村加工厂的大门口。小师弟，长本事了！你手里那半本凤羽鞭图谱，加上我这半本，才是完整的绝技。一个用毒胶水的败类，也配提我爸的名字？林竹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现在我是国内最大的竹木原料商，你这小小的合作社，我今天就要强行收购。青石村的合作社是乡亲们一刀一刀砍出来的血汗，你1分钱都别想碰，滚！哼！各位乡亲，谁现在退出林竹生的合作社，把竹子卖给我，收购价我出3倍。里那几个平时就爱占小便宜、游手好闲的赖汉，眼睛瞬间就直了。陈老板，真给3倍？当场结清。不仅如此，只要你愿意跟着我干，不看质量，砍多少我收多少。来，这是定金。桂英姐急得眼睛都红了，冲上去拦人。你们疯了！当初竹子烂在山上，是谁拉了咱们一把？做人不能没良心。几个赖汉红着脸，但在真金白银面前，还是拿着钞票签了退社协议。竹生哥，他们太不要脸了！咱们要不要也涨价把人留住？我冷笑一声，不用。陈九要的是竭泽而渔，让那些唯利图的人走，留下来的才是能跟咱们共患难的兄弟。拿到收购权的陈九立刻指挥那群赖汉上山，连刚冒头的新竹笋都不放过，直接进行毁灭式的剃头砍伐，只为赚快钱。就在陈九洋洋得意，赖汉们疯狂数钱的时候，妍希拿着一份地质勘探报告，满头大汗的从后山狂奔下来。朱生，快拦住他们！后山土质本来就松动，陈九为了赚快钱，连竹笋都不放过，竟然动用小型挖掘机暴力刨根，把故土的表层全破坏了。明王特大暴雨一到，绝对会引发严重的泥石流。这群要钱不要命的蠢货，为了点快钱，连命都不要了！全都停手！
快下山，要塌方了！林竹生，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你不就是眼红我们赚陈老板的钱吗？小师弟，商场如战场，兵不厌诈呀。快跑！来人呐！合作社的兄弟们，跟我上，把这群混蛋拉上来！竹生，出村的唯一座石桥被冲垮了，明天要交货的几千万大单怎么运出去？唯一的出村公路断了，几千万的特供高端竹器堆在库房里。如果明天太阳落市前不能送到省城的集散中心，不仅要面临巨额违约金，竹生手做的百年信誉也将彻底扫地。竹生兄弟，我们错了，是我们被猪油蒙了心，害了全村。我没空理他们，死死盯着墙上的青石村水系地图。陆路走不通，咱们走水路。水路？那条清江滩多水急，只有几十年前老一辈才敢在上面放牌啊。我爸教过我，把所有成品用防水油布包好，扎成最大的竹筏，我们放牌出山，全村人立刻行动起来。几十个巨大的竹排在江边迅速成型，我亲自撑起头排的长尻，魏忠行走挺泽的清静状态，竹排如离弦之箭，顺着湍急的清江冲了下去。眼看距离省城码头只剩最后一道险滩鬼门峡，江水突然变得狂暴，而在峡谷的最窄处，竟然横七竖八地卡着几根从上游冲下来的巨大枯木，直接封死了去路。竹白速度极快，水流湍急，眼看就要迎头撞上，连人带货粉身碎骨。冲稳！傍晚，当几十艘满载国宝级竹艺品的竹排浩浩荡荡抵达省城码头时，前来接货的客户和媒体全看傻了。在现代工业的浪潮中，传统手工艺如何突围？竹生手作竹艺，打造结实与美学竹艺品。而陈九因为破坏生态，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警察将作为赃物证物的半本旧图谱交还给了我。合并后的图谱扉页上，竟然用隐形墨水写着一行小字：破茧成蝶非终局，千丝万缕归一心。竹生，你快看新闻！国际奢侈品联盟刚刚发布了联合抵制声明，点名要全面封杀我们竹生手作的出海计划。电话挂断，我眼神冷峻。竹生，史密斯放话了，只要你公开登报向他道歉，承认玲珑心是抄袭他的设计，他们就网开一面，否则彻底掐死我们的海外市场。网开一面，我呸！这帮强盗偷了咱们的东西还倒打一耙，用强盗逻辑逼我低头，做梦！既然海外渠道想卡我们的脖子，那我们就直接掀桌子，走最高规格的官方通道。只要拿下国礼资格，就是国家背书的至高荣誉。我带着连夜赶制的国礼竞标企划书，亲自递交到组委会，上面盖着一个刺眼的红戳。而负责审核签字的专家评审，竟然是国内赫赫有名的艺术史教授赵立本。更要命的是，我亲眼看到钱登海正提着名贵礼盒从赵立本的办公室里春风得意地走了出来。赵教授，我们的纯手工非遗竹编为什么连初审资格都没有？林老板，
李选代表的是现代盛会形象，你那些乡下破竹子编的篮子登不上大雅之堂。我们要选的是大洋集团和西方设计师联名创作的现代艺术品。林竹生，国际上阻断你，国内我用专家卡死你，你拿什么跟我斗？神乎其技，这才是中华底蕴。这只是雕虫小技。李选主展品要求高达3米，5天后就要最终定选。大型作品你能保持这种精密度，绝对不可能。5天，3米巨型乾隆腾渊，我立军令状。回到青石村，全村人都沸腾了。5天时间，要用上万根细如发丝的竹篾编织一座3米高的巨型作品。干！竹生，全村300多号劳动力全听你指挥，咱们拼了命也要把老祖宗的脸面挣回来。妍希负责严格控温，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负责破竹抽丝。我几天几夜没合眼，双手泡在防腐药水里，10根手指全磨出了血泡，但每一次穿插，每一次收紧，我都感觉自己和这些竹子融为了一体。到了第4天深夜，主体结构已经完成90%，精美绝伦。可就在这时，老天爷翻脸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暴雨，气温骤降，竹子最怕剧烈干湿路变化。快把新竹拿来！竹生哥，你撑不住的。把那根极品雷击木新竹给我！坐。我们这款产品是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机械化编织，纯手工打造。无需再选，这就是大国工匠的最高水准，国礼就是它了。你父亲的死不是意外。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立刻把庆功宴丢给盛星辰，单枪匹马杀回荣城区。钱道海这种无利不起早的资本家，刚在京城吃了败仗，为什么突然要连夜花高价去强拆一块快要废弃的荒地？给我停下！林老板，这块地大洋集团已经拍下了，手续齐全，你无权干涉。给我继续挖！我懒得废话，直接大步上前，一脚重重踏在了老作坊主事台下方的青砖机关上。青砖响现，露出一个隐秘的暗格。拦住他！你们再敢动一下，就是罪加一等。我从暗格里掏出一个用牛皮纸包的严严实实的铁盒，打开铁盒，里面竟然还有20年前大洋集团非法窃取核心配方，做假证侵吞我爸心血的原始证据。钱大海，咱们的新仇旧恨是时候在法庭上彻底清算。拦住他！把那铁盒给我抢过来！我看谁敢动！话音刚落，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老城区的宁静。几辆警车呼啸而至，训练有素的警察同志雷厉风行，直接把那群人团团围住。我来之前早就报了警，警察迅速控制了现场。我把铁盒郑重地交到警方手里，那里面不仅有我爸的日记，还有大洋集团20年前的内部财务流水、偷窃配方的暗账。几个小时后，大洋集团总部，钱道海正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喝着香槟，庆祝他即将垄断国内市场的美梦。钱大海，你涉嫌20年前的商业窃密、职务侵占，跟我们走一趟。20年了，早过了追诉期。我是外企高管，你们没权利随便抓我。钱大，你太贪了。20年前的账也许你算，但为了毁灭当年的证据，你这几天指使手下强拆，甚至寻衅滋事，这可是刚刚发生的违法犯罪，数罪并罚，新账旧账一起算。你这辈子准备在牢里好好反省吧。钱大海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彻底完蛋。朱生，钱大海倒了，但路易斯的首席设计师史密斯在海外发布了一台全智能 AI 主编机，扬言要彻底终结人类手工。
各位，龙国的手工主编已经落伍了，我们的全智能 AI 主编机每秒计算上万次，能完美复刻任何复杂结构。手工那只是低效和粗糙的代名词。直播画面里，冰冷的机械臂飞速运转，不到10分钟就编出了一个精密的竹篮。网上的舆论瞬间炸了锅。竹生手作这次是真的遇到降维打击了。竹生，史密斯的机器造价虽高，但如果让它打通量产线，我们的高端市场就全完了。星辰，别慌，机器能复制形状，复制不了灵魂。既然他要踩着我们上位，那我们就再给他上一课。我直接用竹生手作的官方账号全网发布了一条应战视频。史密斯先生，3天后咱们在全球直播里来一场人机大战，你赢了，我林竹生从此封刀退役；我赢了，你带着你的废铁滚出主义界。万众瞩目的人机大战正式打响，史密斯的机械臂像八爪鱼一样疯狂挥舞，而我却闭上了眼睛，迟迟没有动手。弹幕里全在骂我故弄玄虚，连苗苗都急得满头大汗。就在史密斯的机器即将完成一件极其复杂的百鸟朝凤屏风时，我猛地睁开了双眼。百鸟朝凤，冷冰冰的机器也佩戴神韵。我双眼猛地睁开，手中的老竹刀化作一道流光，没有多余的动作，我双手捏住极品东竹的两端，并没有急着破竹，而是像感受脉搏一样轻轻按压。史密斯的机械臂虽然快，但它设定的是死板的绝对精度。我终于动了，指尖翻飞，竹丝如暴雨般倾泻而下。我同样在编百鸟朝凤，但我没有看任何图纸，全凭脑海中的意象和指尖对竹彩张力的感知。1个小时后，史密斯的 AI 机器率先停机，嘚瑟地展示出一幅如同 3D 打印出来的完美屏风，精准度100%。林，你输了！哈哈哈哈哈哈！我拍了拍手上的竹屑，缓缓将我的作品立了起来。看似没有机器那么笔直僵硬，但当现场的追光灯打在我的竹编屏风上时，奇迹发生了。屏风上的百鸟竟然随着微风的吹拂，产生了极其轻微的颤动，而史密斯那副机器压出来的死板工艺品，啪的一声，当场崩断了2根铸成重丝。机器永远算不出生命的韧度。全场起立欢呼，史密斯的 AI 神话当场破灭，像个小丑一样灰溜溜地关停了直播。就在我以为彻底站在了巅峰时，一个穿着粗布汗衫、满头白发的老头慢悠悠地从人群里挤了出来。华而不实，只得其行，未得其道。华而不实，技巧到了顶，可惜心还没静下来。全场一片哗然，这老头是谁？竟然敢大放厥词！老先生，晚辈林竹生愿闻其详。老头没看我，只是从兜里掏出一把最普通的柴刀，随手捡起地上史密斯机器废弃的一段竹根。不到10秒钟，一只活灵活现的竹蝉出现在他掌心，没有繁复的镂空，没有炫技的打磨，只有寥寥几刀。小子，你的路还长着呢，什么时候能编出一片能骗过真蝴蝶的竹叶，再来找我吧。望着老头硬朗的背影，我深深鞠躬。为了突破瓶颈，我决定将厂子的日常管理交给桂英和盛星辰，自己回到青石村的后山闭关苦修。可就在我闭关的第3个月，青石村迎来了一批不速之客。从今天起，青石村的后山归我开发旅游区了，所有竹林全部砍掉，建度假村。砍掉竹林，建度假村，你们休想！桂英姐带着村里的汉子们抄起铁锹和锄头，死死堵在后山的山口。那个满脸横肉的暴发户叫王大龙。文件在这儿，这是正规的招商引资项目，你们敢阻挠开发，我今天就让推土机从你们身上碾过去。几台重型推土机轰隆隆地开上山道，喷着黑烟，气焰极其嚣张。竹生哥，你快出关吧，他们不讲理，说咱们的竹林只是普通经济林，只要赔钱就能强推。这片后山不仅是合作社的命脉，更是老祖宗留下的生态屏障。我猛地推开闭关茅草屋的木门，带着满身清冽的竹香，大步冲向山口。推土机敢往前开1寸，试试。哟，林大老板出关了，你那点非遗名气吓唬吓唬外行还行，别在这儿挡着我们正规施工，直接进山铲树，谁拦着就把谁拉开。推土机真的轰鸣着，逼近竹棚，眼看就要将外围的翠竹拦腰折断。桂英和苗苗吓得尖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并没有退让，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份盖着最高级别钢印的烫金文件。这不可能，这片穷山沟怎么回事？王大龙满脸红肉上挂满了冷汗，那是国家林业局和文化部联合下发的最高级别红头文件，
就在我闭关的这段时间，市文旅局的王局长和林业专家闫熙拿着我们在国际上夺金的成绩层层上报，终于赶在今天批下来了。王大龙，看清楚了，从今天起，青石村后山的一草一木都受国家特级保护。你敢动这里一根竹子，就是破坏国家非遗生态，那是不仅要倾家荡产，还要进去把牢底镯穿的重罪。王大龙吓得双腿发软，他那份市级招商的普通文件，在国家级红头文件面前，简直就是一张废纸。几辆警车和环保局的执法车无情无声。王大龙，你涉嫌非法强占林地，违规审批，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那几台嚣张的推土机也灰溜溜的倒车滚出了青石村。桂英和乡亲们激动的相拥而泣，青石村的命脉彻底保住了。赶走了资本的黑手，我再次回到后山茅屋。1个月后，我推开茅屋的门，手里静静躺着一片我亲手削制的竹叶。我在竹叶表面涂抹了一层天然幽蓝花蜜，一只色彩斑斓的真蝴蝶，它竟然毫无防备地停在了这片竹叶上。我成功了！我立刻带着这片竹叶，按照白发老头留下的地址找去，可到了地方却傻眼了。那根本不是什么民间作坊，而是戒备森严的国家工艺美术研究院。门卫核实了我的身份后，我被请进了研究院最核心的绝密工作室。那位在展会上狂傲不羁的白发老头，此刻正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端坐在紫檀木书桌后。他竟然是国家级非遗泰斗研究院的齐老院长。我恭敬地将那片引来蝴蝶的竹叶递上前，齐老拿起竹叶，仔细端详着那肉眼几乎不可见的仿生叶脉。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小子，你终于悟透了。你爸在天之灵也能瞑目了。齐老，你认识我父亲？齐老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年轻的齐老和我父亲勾肩搭背。你爸是我过命的师弟，当年他为了保护图谱不被资本掠夺，隐姓埋名。现在你不仅保住了图谱，还把手艺发扬光大。竹生，国家现在有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交给你。齐老转身拉开身后的巨幅幕布，那是一张气势磅礴的古建筑图纸。下个月，多国首脑参加的亚洲文化峰会将在京城举行，上面点名要求用纯正的中华竹木复原失传千年的流觞曲水竹亭作为主会场。齐老放心，这任务竹生手做接了。回到青石村，我立刻组织全场最精干的工匠投入到这场国家级的复原工程中。可就在竹亭的建造进入最关键的收尾阶段时，一场蓄谋已久的互联网风暴突然爆发。热搜第一条赫然挂着竹生首作使用剧毒防腐剂，林氏正牌传人泣血控诉。点开视频，那个控诉我的人竟然是销声匿迹许久的林耀祖。视频里，林耀祖穿着一身廉价的粗布唐装，在一间伪造的破旧作坊里声泪俱下。网友们，我才是林氏主义的真正传人。林竹生他偷了我的祖传配方，为了赶工期大量使用甲醛和剧毒防腐剂浸泡竹材，那种竹子做出来的东西是会致癌的。林竹生为了赚钱，他丧尽天良啊！不仅如此，视频下方还附带了几份伪造的化学检测报告。竹生，这背后是有幕后推手，他们用尽手段抹黑我们，就是想在峰会前夕把咱们彻底搞臭。咱们报警抓他，告他诽谤。现在发律师函只会被水军淹没，说我们仗势欺人。他既然想把事情闹大，那我们就成全他，让子弹飞一会儿。林竹生，你这个骗子！今天我就要在全网面前扒了你的皮！林耀祖带来的网红主播大声煽动着情绪，几百万在线观众等着看我身败名裂。林老板，既然你心虚不敢说话，那我们今天就现场打假，看看你这所谓的国家级工厂到底藏了多少毒水。我没说话，只是淡定地侧过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林耀祖得意忘形，带着镜头直接冲进了我们的核心浸泡车间。然而，车间里没有刺鼻的化学药剂味，只有一股淡淡的草药清香。各位网友，我们采用的是最古老的中药古法杀青，不仅无毒，而且防虫防霉。林耀祖愣住了，但他还在嘴硬。你这是临时换的，大家别信他，我这儿有真品对比。他从包里掏出几个劣质竹篮，刚想继续污蔑，齐老带着国家制监局的总工程师大步流星地走进了直播镜头。制监局工程师直接拿出最先进的便携式检测仪，对着林耀祖手里的竹篮和我厂里的竹材分别进行了扫描。林耀祖自带的竹篮甲醛严重超标，含有剧毒工业染料，而竹生手做的所有材料纯天然无污染，达到国家特级环保标准。直播间的弹幕瞬间陷入死寂。这场黑公关不仅没毁了我们，反而成了最强有力的免费国家级背书。
民警破门而入，当场拘走设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的林耀祖和网红主播。可就在我们准备将流觞取水竹亭装车运往京城时，仓库老旧的电路却突然爆出一团火花，一声闷响，老仓库年久失修的变压器突然短路，引燃了旁边的包装纸箱。火势虽然在5分钟内就被厂里完备的消防系统扑灭，但喷淋系统洒下的水混合着高温烟尘，直接把装在木箱里的竹亭核心构件熏成了斑驳的焦黑色。全完了，全场的工匠们也陷入了绝望的死寂。我看着那些被烟熏火燎的竹子，脑海中疯狂翻阅着老爸留下的图谱。没完，把火炉点起来，拿喷枪来！我不顾一切地冲进废墟，扛出那些焦黑的主梁，直接用高温喷枪顺着那些烟熏的痕迹进行2次炭烤。白竹虽毁，但我们还有炭烤香妃。这是利用火焰的灼烧，逼出竹子内部的油脂，形成天然的皲裂与斑点。我们用这批炭烤香妃竹，惊险地完成了竹亭的组装。峰会开幕当天，当这座散发着古朴沉香味、宛如水墨天成的流觞曲水竹亭展现在多国首脑面前时，全场爆发出了震撼世界的惊叹声。我们彻底赢了。然而，就在我准备悄悄离场时，林先生，我要买下你这个人，只要你肯移民，价格你随便填。外国财阀手里举着那张没有填数字的空白支票，满眼狂热。林先生，只要你肯带着你的图谱和团队移民跟我走，数字你随便填，别墅、豪车、国际地位都是你的。盛星辰和苗苗紧张地看着我，我低头看了看那张支票，冷笑一声：抱歉，这竹子的根扎在龙骨的泥土里，拔出来就死了。我的手艺是老祖宗留给这片土地的无价之宝，多少钱都不卖。财阀愣住了，随后羞愧地收起支票，转身离场。我回到青石村，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站在全村大会上，从今天起，我出资成立非遗竹艺书院，不仅教本村人，还要广收天下学徒。全场沸腾，这等于小金蛋的母鸡直接送给我家。包吃包住，凤羽图谱基础篇全部免费公开，大家共同富裕。开学典礼当天，书院门庭若市。可就在我准备剪彩时，大门突然被砰的一声踹开，几个穿着长衫的邻省老手艺人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林竹生，你把祖宗秘方免费交给外人，坏了行规，你这是在砸全天下手艺人的饭碗。今天我们要砸了你这书院！孙铁手带来的这帮老古董，个个都是各地有头有脸的竹艺老师傅。手艺是传家宝，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你免费开班，这叫乱了规矩。藏着掖着，手艺才会断绝。你们看看现在市面上全是用胶水的机器货，就是因为你们这套规矩，逼得年轻人吃不上饭。今天咱们比一场，我输了关门，赢了你们送徒弟来学。哼，狂妄！比什么？比基本功，悬空破竹。我直接让人抱来2根最粗的老东主，孙铁手亲自上阵，手法纯熟，一根竹子很快被剖成细条。苗苗，你上！全场，孙铁手气的胡子直翘。你拿个女学徒来羞辱我！苗苗不卑不亢，拿起我改良过的卡口竹刀，只听唰了一声，动作行云流水，不仅速度比孙铁手快了1倍，破出的竹丝更是粗细均匀，薄如蝉翼。孙铁手拿起苗苗破的竹丝，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长叹一声：后生可畏，规矩确实该改了。老手艺人们心甘情愿地认输，书院名声大噪，天下归心。可就在大批学徒涌入的第1个月底，我深夜查阅监控时，屏幕上的画面却让我眼神一冷。有个刚收的内门学徒正鬼鬼祟祟地潜入核心档案室，疯狂偷拍刚刚修复的联系法绝密图纸。监控里，那个内门学徒拍完图纸，趁着夜色偷偷把存储卡塞进墙缝。苗苗气得要冲过去抓人，我一把按住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别打草惊蛇。他偷的那份龙息法图纸是我故意放在桌上的改良版。原来那份图纸上，我刻意少画了一道最关键的高温回火工序。学徒果然把资料高价卖给了陈久以前的残党开的新公司。新公司以为拿到了核心秘方，立刻投入巨资进行工业化量产，甚至嚣张地召开了新品发布会，号称要彻底取代竹生手作。发布会当天，新公司老板在台上吹得天花乱坠，我带着几家权威媒体直接坐到了第1排。林老板，来看看我们的量产工艺，绝对比你的手工强100倍。我连话都懒得说，只是指了指发布会现场炙热的聚光灯，台上那些经过所谓龙息法处理的量产竹器，在高温灯光的长时间烘烤下，忽然接连发出刺耳的啪啪声。不到3分钟，
所有展品当着几十家媒体的面纷纷开裂、崩断、散落一地。连竹子的脾气都没摸透，没有回火定性，偷了图纸也是一堆废材。新公司当场破产，那个内鬼学徒在书院门口被我直接扫地出门。就在国内市场彻底统一时，王局长火急火燎地跑来，满头大汗。书生，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发难了，西方评委提出要让龙国竹艺成为全球唯一标准，必须在1个月内复原出失传100年的跨界绝技竹丝扣瓷。我眉头猛地一皱，竹丝扣瓷，这是竹编界的传说，要在光滑如镜的瓷器表面紧密编织一层极细的竹丝，不用一滴胶水，全靠竹丝的张力和卡位，只要力道差1分，竹丝就会滑脱；力道重1分，脆弱的瓷胎就会被勒碎。我亲自前往景德镇定做了一批素胎梅瓶，回到作坊，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没日没夜的试验。竹丝在光滑的瓷面上根本挂不住，啪的一声就弹开了，我的双手被坚韧的竹丝勒出了深深的血痕。第7天深夜，桂英姐端着一碗热茶走进来，桂英心疼，竹生，歇歇吧，你看这竹板泡在热茶里，表面都生出一层涩味了。我猛地一愣，我立刻将极品竹丝放入滚烫的特制浓茶水里浸泡，拿出来后，竹丝表面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微色感。我双手翻飞，忍着剧痛，将细如金线的竹丝紧紧贴合在梅瓶表面，1根、2根、上千根，成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作坊，一只完美无瑕、被金色竹丝严丝合缝包裹的素胎梅瓶静静地立在桌上。我带着这件竹丝扣瓷登上了世界评级大会的舞台。然而，那个曾经包庇史密斯的西方主评委看着大屏幕上的完美作品，却冷笑着站了起来。我不信这是纯手工贴合的，这瓷器表面肯定提前刻了防滑槽，或者用了强力化学胶水，除非你让我当场用锤子砸碎它来验证。全场哗然，砸碎这件价值连城的绝世珍宝。盛星辰急得站起来抗议：这是艺术品，你们没有权利破坏。林先生，如果不敢接受检验，就请收回你们的全球标准申请。砸！如果里面有一丝防滑槽或者一滴胶水，我林竹生当场认输，这辈子再不碰竹子。主评委毫不客气的一锤子狠狠砸在梅瓶上。白瓷虽然碎成了千万片，但外层紧密编织的竹丝网竟然保持着完美的梅瓶形状。主评委举着锤子的手停在半空，这就叫龙国绝技，严丝合缝，百折不挠。短暂的死寂后，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起立鼓掌声。主评委低下了高傲的头颅，竹生手作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全球竹艺的最高标准。然而，当我深藏功与名回到青石村，刚推开老宅的门，却发现桌上放着一封落满灰尘的信。信封上是我爸的笔记：竹生，当你看到这封信时，说明你已经登顶。现在是时候去寻找我们林家真正的传家宝了。我连夜带人赶回荣城老宅，在老槐树下挖了足足2米深，终于挖出了一个密封极好的黑陶罐。打开一看，里面没有金银珠宝，而是几十个真空玻璃罐。妍希拿起一罐暗紫色的种子，手都在发抖。竹生，这是紫血竹，还有龙鳞竹，这些都是在植物学早就宣告绝迹的顶级名贵竹种啊！原来老爸当年倾尽心血，是在做一个竹艺界的诺亚方舟。林老板，开个价吧。一个傲慢的声音从院门外传来。国内最大的农林基因巨头绿源科技的总裁赵唐带着一群西装革履的助理走了进来。这批绝版种子我出1个亿，绿源科技要拿它们去申请基因专利，1个亿就想垄断国家的自然遗产。老爸留下它们是为了让好竹子生生不息，不是给你们资本家当摇钱树的。不卖！哼！林竹生，你以为有了名气就能跟资本抗衡？既然你不卖，那从明天起，整个行业将没有一家物流公司敢接你的货，没有一家工厂敢卖给你包装。我看你的竹生手作怎么活下去！第2天，赵唐的威胁果然应验了。合作多年的物流公司纷纷打来电话要求解约，连平时采购防潮包装纸的厂家也突然断了供。几千件准备发往全国的竹艺珍品全被堆在了仓库里。苗苗急得直哭：竹生哥，绿源科技下了封杀令，咱们被断了手脚，这可怎么办？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他不给纸箱，咱们就用古法。我直接发动全村乡亲，连夜用山上普通的杂竹编织成最传统、最坚固的抗压竹筐，内部垫上晒干的竹叶防潮。这不仅是包装，本身就是一件质朴的工艺品。至于物流，我直接拿着国家级非遗金奖的证书，敲开了华夏物流公司的大门。我们是助农合作社，产品是国礼级别的非遗，资本想封杀我。好小子，助农兴农是我们华夏物流公司的责任，你们的货我们专车保驾护航。赵腾得知封杀失败，气得在办公室砸了杯子。他不甘心，直接在全网发布了一份公开战书，什么纯手工非遗全是智商税，
下周的全国材料博览会上，我绿源科技的新型合成碳纤维株将与林竹生的天然竹子进行极限抗压对决。全国材料博览会现场，人山人海，全网直播。赵腾站在一台巨大的液压测试机旁，嚣张地举着一根他们公司研发的碳纤维合成株。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测试机启动，3吨、5吨、8吨，直到10吨的巨大压力下，那根碳纤维竹才咔嚓一声断成了2截，断面全是刺鼻的化学胶水味。但这个数据已经惊掉了现场专家的下巴。林竹生，该你的破竹子上了。我面不改色，拿出一根用老爸留下的绝版种子种出，并用古法药水熬煮过的龙鳞，放入液压机，启动5吨、8吨、10吨，压力表疯狂飙升。但这根天然的龙鳞竹并没有断裂，全场屏住呼吸。15吨，液压机发出轰鸣，我猛地按下停止键，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中，那根弯成 U 型的龙鳞竟能凭借着竹纤维天然的强大韧性瞬间反弹，刚柔并济，百折不挠。全场爆发出掀翻屋顶的欢呼声。而质监局的工作人员当场检测出赵腾的合成竹散发剧毒致癌气体，赵腾面如死灰，直接被勒令停业整顿。就在我们欢呼雀跃时，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耄耋老人在助理的推行下，眼含热泪地朝我走来。竹生，你爸的遗愿，你终于替他完成了。轮椅上的老人竟然是当年和我爸一起创办竹艺合作社，后来隐姓埋名的卢老爷子。卢老爷子握着我的手，孩子，当年你爸忍辱负重留下那些种子，不是为了让你发财，而是想在青石村建一座活生生的竹文化活态博物馆啊！而我将竹生手作这几年赚来的所有利润，毫无保留的全部投入到了青石村的建设中。半年后，满山遍野种满了紫血竹、龙鳞竹等绝版奇珍。依托着这片生态奇迹，我们将整个青石村打造成了集种植、古法加工、非遗展示于一体的竹文化圣地。乡亲们不用在四处打工，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开馆前夜，我独自坐在展厅里，擦拭着那把跟了我多年的旧竹刀。苗苗拿着一个包裹跑进来，苗苗激动：“竹生哥，同城快递送来的，匿名。”我拆开层层包裹，里面静静躺着的竟然是当年林耀祖贱卖掉的那块百年老字号的林氏竹艺金字招牌，包裹里附着一张字条：“林氏的魂在你身上，物归原主。”没有署名，但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却像极了在牢里深刻反省的某个人。看着这块历经沧桑的招牌，我深吸了一口气。明天就是开馆大典，也是时候给这段跌宕起伏的竹艺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清晨，青石村的竹海在晨风中翻起绿色的波涛。龙国竹文化活态博物馆门前，红毯铺地，人声鼎沸，全村老少全都换上喜庆的衣裳。我穿着一身素雅的中式对襟长衫，我郑重地将那块巡回的百年林氏竹艺金字招牌高高悬挂了起来。2块招牌在荧光下交相辉映，台下掌声雷动，我眼眶微热，声音洪亮：“手艺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根，资本压不垮它，时代淘汰不了它，因为这手艺里藏着咱们龙国人的骨气和韧性。”我转过身，将那把跟了我无数个日夜、刀刃已经磨得发亮旧竹刀，双手递给了已经成长为首席大工匠的苗苗。苗苗双手接过，重重地点了点头。破竹！我大喝一声，几十名学徒同时挥舞竹刀，清脆的破竹声响彻云霄。传承在这一刻完成了交接。微风吹过，后山新种下的那片龙鳞竹沙沙作响，生机盎然。我走下台阶，融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深藏功与名。因为我知道，属于龙国竹艺的传习生生不息才刚刚开始。